我叫 CZ 赵长鹏。我用7年时间把100万变成941亿美元。2014年，我卖掉上海的房子 all in 比特币。2017年，我创立币安，仅用6个月做到全球第1大加密交易所。2021年，我以941亿美元身家成为华人首富。2023年，我缴纳43亿美元罚款，成为美国史上最大一笔高管和劫案的主角。有人称我为加密皇帝，也有人说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囚犯。但我知道这一生我只有一个信念 ，all in。1977年，我出生在江苏连云港，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是教育工作者。12岁那年，我跟随父亲移民加拿大温哥华。那时父亲花了7000加元买来一台286电脑，用来做研究。闲暇时他教我编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和代码绑在了一起。为了补贴家用，高中时我在加油站、麦当劳打工。这些经历让我明白，钱才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规则。17岁，我考上了加拿大最好的学校之一——麦吉尔大学，主修计算机科学。毕业后，我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，负责开发撮合交易系统。4年后，我加入纽约彭博社，成为期货交易软件工程师。不到2年，连升3级。27岁时，我已是全球团队负责人，手下团队横跨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。如果继续走这条路，我或许会成为一个标准的华尔街高管，过着体面安稳的人生。但那种人生不是我想要的。正好那时候，中国加入 WTO 的红利开始爆发，互联网创业热潮翻涌。2005年，我选择回国创业，在上海创办了一家交易系统公司，专门给券商提供高频交易软件。那时我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2013年，一场德州扑克局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朋友提到比特币，有人把它形容成逃脱监管的庞氏骗局，这句话让我彻夜难眠。如果真的有一种全球无法监管的货币，那它必然改变世界。我意识到，这是未来。同年，我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 Vitalik Buterin， 我们聊了以太坊，他知其委托，却满眼坚定。那次谈话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：区块链不是骗局，而是人类新的秩序。2014年，我做了人生中最疯狂的决定，卖掉了在上海的房子，拿出全部约100万美元 all in 比特币。当时比特币已经涨到600美元，很多人笑我疯了。可没多久，门头沟交易所被黑客攻击，比特币价格从600多美元暴跌到300美元以下，我的资产几乎腰斩。可我没有卖，反而继续加仓，因为我知道只要趋势没死，就得死死拿住。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市场，我先后加入 Blockchain Info 负责产品开发，后来又去了 OKCoin 做 CTO， 帮助推出期货交易平台。因为和创始人理念不合，后来我离开了。几年下来，我已经摸透了加密交易的底层逻辑。2017年，我决定单干，在香港创立了币安。当时正值 ICO 发币热潮，我们在6月发行了 BNB 代币，募资1500万美元。我们给自己定下目标，3年内进入全球前10。结果只用6个月，币安就成了世界第一。我没有想到，币安从第一天开始就迎来了地狱难度。2017年9月，国内出台94禁令，全面禁止境内发行代币与交易，币安被迫离开中国。那一走就是永远。我带着团队去了日本，但很快又被金融厅盯上，说我们无证经营。几经周旋，我们被迫再次转移，最终落脚在马耳他。但很快，来自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、意大利等地的监管风暴接连而至，眼看四面楚歌，我干脆宣布，币安不设总部，全球员工远程办公，这反而让币安成为真正的无国界公司。2021年牛市，币安迎来巅峰。那年5月14日，币安单日交易量超过了沪深两市的总和。那一年，我的财富一度接近941亿美元，跻身全球前10。福布斯把我列为华人首富，紧随巴菲特之后。但在几个月里，波动性也把我从天上拉回人间。加密资产并非银行存款或地产股权，它的价格能在数日内完成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今天是首富，明天就可能归零。也正因如此，福布斯在后续的榜单中把我的名字移出。这不是笑话，而是加密世界的常态。可财富的背后，随之而来的是麻烦。多个国家开始对币安的业务及合规问题提出质疑。对他们而言，币安是一台能绕开传统美元结算体系的印钞机，是对既有金融秩序的挑战。2023年3月，美国司法部指控我洗钱、无牌汇兑，违反对伊朗制裁。6月 ，SEC 又追加13项指控。起初我在推特上只发了一个4，举4根手指嘲讽媒体造谣。可当美国升级指控为涉嫌恐怖融资，连 CIA 都介入时，我知道自己走不掉了。2023年11月，我选择认罪，辞去 CEO 职位，交出币安后台的数据，并缴纳43亿美元罚款。2024年4月，我在西雅图联邦法院被判4个月监禁。我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高管刑事和解案的主角。2024年9月，我提前出狱。虽然身价缩水，
但我依旧是币安的重要股东。到2024年10月，币安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100万亿美元，它仍然是加密货币市场的龙头。我是 CZ 赵长鹏，我曾用100万美元 all in 比特币，开启了与命运的对赌。我曾用半年打造全球第一大交易所，从941亿美元的华人首富到法庭上的阶下囚，我亲眼见证了加密世界的疯狂与荒诞。财富可以起落，规则可以颠覆，但有一样东西始终不变：我的选择，我的下注。